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第一条是 Zealand Pharma 筹集10亿美元资金，用于开发其减肥药物，与诺和诺德竞争日益增长的肥胖治疗市场。该公司将使用收益用于后期临床试验和相关疾病研究。下面这条，英国镑汇率近期上涨，预期反对党工党将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大获全胜，但英镑的未来取决于下一届政府能否让投资者相信其解决经济停滞的计划是可信的。下面这条，欧洲股市上涨，因政策制定者暗示欧元区今年可能再降息2次。让我们关注，大众汽车宣布与电动车制造商 Rivian 合作，出资高达50亿美元。投资者担忧投资成本和大众汽车持续高昂的研发费用，更倾向于大众出售资产，而非购买。下一条，近年来，随着日本政府和东京证券交易所推动企业关注股东回报，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2大激进投资者市场。2022年迄今，激进投资者已对日本公司进行了100次投资，市值约为3180亿美元。接下来这条， Chipotle 进行50:1股票分割，让股票更易于员工和投资者持有。此举可能带来零售投资者入场，但也会使其股价波动更大。下面这条， OpenAI 限制中国用户服务后，百度、阿里巴巴等中国 AI 巨头加快抢占市场，为开发者提供激励措施。专家认为，小型初创企业可能会面临竞争压力，而大型企业将成为主要受益者。下面这条，科技界过多关注人工智能，导致软件公司预算增长暂缓，企业尚未找到人工智能的实用价值，因此并未大规模投资。接下来，受美国库存数据预期的提振，石油价格上涨。此前，沙特能源部长强调了欧佩克加最近出台的协议中暂停或逆转产量的选择权。下一条，联邦快递股价盘前涨 13%， 其乐观的年度利润预测提振投资者信心，并表示将考虑卡车运输业务的选项。一位分析师将其价值估计为300亿美元。接下来这条，博世集团考虑竞标惠而浦，以扩大其家电市场份额。由于亚洲竞争对手的竞争加剧，博世正在寻求收购以发展其大型家电业务。下一条，美国债市将2连涨，基准国债指数年内跌幅减小，但美联储持续加息、大选变数等风险因素仍存在。目前10年期美债收益率约为 4.25%， 低于同期的2年期美债收益率。大选辩论将关注特朗普是否会检验美联储的独立性或候选人失言的程度。接下来，美股周三走低，随着投资者关注科技股反弹的迹象并权衡降息前景，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结束了连续3天的跌势。最后这条是，通用磨坊公布低于预期的年利润预测，并公布季度销售额降幅高于预期，原因是零食棒和宠物食品需求下降以及投入成本上升。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